大公司也会担心有一顿没一顿啊，也会担心啊，不然我看那个不小心转到股票的那个台，它不是说什么订单排到什么时候？对，要是没排到，没排到不就没案子啊？不就是有一顿没一顿？所以本质上都是相似的啊。你一个小工作室，1人公司，8人公司 ，OK， 有一顿没一顿，大公司也在那边有一顿没一顿啊。对啊，只是他们有很多的金融上的操作，可以来保护公司的员工每个月都可以拿到薪水 ，OK， 然后他就告诉你上班是稳定薪水这件事情，根基是假的，对不对？因为根基原则上他们也是有一顿没一顿，可是他对你保证说你来这里每个月都会有薪水，所以上班族就是追求安稳嘛，就是这样啊。好，那钱藏在哪里？创业的财富就藏在那些有一顿没一顿的风险里头啊，你敢扛嘛？所以你赚得到钱啊。好，那你只需要给那个员工3万块、5万块 ，OK， 然后你可能接这个专案40万呢，然后也是他一个人来做而已，剩下东西拿走。好，但是你要背负了就这个有一顿没一顿为什么我们知道？我们看很多了，这个看很多了然后自己也有练习过，所以我也没要讲什么大道理啊，我就是说上班族要有一点心思啦要留一个心眼，就是公司也是有一顿没一顿的状态啦，所以也不要想说你在这边就可以一路这样子每个月都有薪水，然后领到老应该没这种事情。为什么努力工作不会让你变有钱先说结论因为你的薪资真的是很难跟上通货膨胀的速度。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在上一支影片聊了2房的话要不要买车位如果你还没看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想跟你讨论为什么努力工作不会让你更有钱今天我们不聊房子啦就是来聊那个反正股票版嘛，然后房地产讨论版、八卦版常常在站来站去的东西那聊那个致富买房子致富的底层的逻辑到底是什么就致富有非常多的手段，它对应的不同的报酬跟风险那个买房子这个赛道的致富长什么样子你一定有认识这样的朋友朋友甲不是说他是假好，来工作努力，收入也不错，虽然出身很普通，但是现在生活过得蛮滋润的，但离老了有房也有钱还是差得很远朋友乙来这个工作闲闲，收入普通，那家里有给他一间房子生活看起来也是顺风顺水的，每一年能出国好几次。好，为什么2个人的差距就一间房子天差地别直接说答案，因为你的努力真的是比不上通货膨胀的速度。怎么说嘞我们之前有讲过，我们台湾近几年的 CPI 指数大概都落在 2%。这个 2% 还要考究一下因为主计处会这样。好，这个是当故事听一听，它就是每年 2%， 我告诉你说通膨 2%， 然后突然有一年就给它弄到什么 6%、7%， 就是然后又回到 2%， 就是这个数字是可以做的啦，但是我们现在还是政府提供的嘛大家最标准的就是这个 2%。 好，那一般人打工加薪的情况不太可能就是每年都很稳定的 2% 以上。我知道500大公司有所谓的调薪，但是即使是有 2%、3% 的调薪，它反映的是什么？它反映的是就是帮你抵消掉通膨而已所以你其实赚的没有更多，然后你的任务会越来越重这样。好，假设你今天真的运气很好，进了一间佛心公司，老板承诺每年都加薪 3% 那此时你得到的是什么是跟过往一样的购买力对为什么？因为它加薪 3%， 然后鸡排真奶又涨了，对不对那说不定你的房租还涨了，那一来一往抵消掉。然后我请问你一个问题，你觉得是主计处公布的这个通膨的数字还是你民间消费上的体感？你觉得哪个比较高？我觉得我去超商吃便当的涨幅比较高呢。对以前那个我都吃那个佛蒙特咖喱饭，我不知道为什么好好吃还有那个爪哇咖喱饭，那个爪哇咖喱饭是发生什么事了？这怎么现在很不好买好，就很少店会有。
然后这个爪哇咖喱饭哈，我真的有印象，我吃过49块的，反正就是50块啊，怎么现在都快怎么70几啊？就这样。然后其他什么便当越来越贵，我跟你说哈，题外话，我跟你说哈，那个商人很精明啊，像我本业电商嘛，那个我们很懂啊。我今天要涨价，我不能是直接涨价啊，这样一定会被干。所以我要怎样？我要做一个包装。好，这个包装是什么？比方说，我就去联合星宇航空，我就去联合金华酒店，然后来弄一个星级便当，还是什么东西？好，这个东西原价150，然后现在特价139。好，其实我知道涨价，但是我还是可以包装一下。那久了以后就慢慢就涨价，不然就要改包装，改包装。你直接去改标签的涨价，这个一定都会被骂。像街头巷尾不是说什么早餐店涨价或者是什么，那个就是没有改包装。如果你涨在套餐里，人家就分不太出来嘛，对吧？然后你套餐要多弄一个什么东西啊，扯远了哈。总之就是致富要靠的是资本的杠杆。我知道现在可能还是很多人不明白，说保持购买力，那我为什么不会变有钱一样，又来了一个完全不精准的鸡排理论来解释。好，假设今天老板卖你1块鸡排是100块那假设你的薪水是1000块那你就能买到10块鸡排。OK， 好，明年鸡排涨价到102块，现在应该是没有102鸡排啊，这是我2好算先这样讲然后鸡排102块。你的薪水也调涨了2%，变成1020块你还是买10块鸡排啊，对啊。虽然你有加薪，但是消费力、购买力没有比较强那今年跟去年过得怎样一样好叫做没比较好。所以这里就破解了一个误区，就是你不会因为努力工作就变有钱那原因我们刚才也解释了，因为就算你再怎样努力工作，也很可能只是让你的购买力不退步而已好，那要怎么变有钱我有一个方法而且这个根本就是银行跟政府各种暗示，它不能明示嘛那各种暗示的做法就是开杠杆对。好，我知道你听到杠杆这2个字心里的警报就会响起来，我以前也是这样什么杠杆呢？我命只有一条，还在那边杠杆好，那杠杆这么高风险的事情就听起来就很恐怖啊。那老师不是都说什么脚踏实地，一步一脚印，不要做投机的事情吗？对呀那所以老师也没有很有钱啊，除非他家里给他很多房子，不然的话应该也沾不上有钱好，连买薯条也都不敢加大那连要换车都要考虑很久那其实你要知道，隔壁老王也是因为杠杆才有钱我们不要说其他人就说你认识的隔壁老王20年前比你爸妈多买了几间房子，那现在就是很爽就是这样。很多退休的老师都是这样，老师怎样生性保守，所以不然怎么会去当老师那个生性保守的老师那个存到钱他会做什么事？买房子真的是这样买房子变成他们一种储蓄了非常多退休老师都是这样。我一个朋友的妈妈就是退休老师，然后没有什么投资经验那根本就是零如果有投资的话看一看也是什么中华电信之类的。好，反正老一辈有存到钱就是买房子就这样，然后一直存到现在。现在板桥火车站就现在那个新板特区3间房子，听起来很猛但是那个时候的房价还叫稍微比较贵嘞新板特区在刚开始的时候不是很看好的，因为他那里推太多大坪数了，初期对，初期的时候30万那现在的话已经预售已经破100然后中古的话应该到85以上很夸张那所以开杠杆这件事情，如果你作用在买房子这件事情上，那就相当正常因为你爸你妈也是这样做的不要说有钱人，不要说富豪啦，就一般的那个包租公包租婆也都是这样子起飞的所以说致富的起点这不是买房子关键上是因为那个杠杆那我说真的如果你现在那个买房子不用杠杆，就是现金买，其实房地产投报率不怎么样，很鸟对吧？那是因为有杠杆的关系那这样子是不是要说我们就不要工作，想办法去开杠杆就好？错
哦，你还是要努力工作哦，才能够维持这个杠杆，才能够维持持有房地产的资格哦，也就是现金流哦。因为你需要杠杆，然后那杠杆下去就会变成你要缴房贷啊，缴房贷就会要求你要有那个现金收入哦，就是你有没有能力去持有那个房子啊？啊，如果你缴房贷缴得很痛苦，然后想说就把它卖掉，好，这间日后可能会膨胀起来，房地产啊又跟你无关了哦，就是你缴的房贷哈，让你继续持有哦，那这个过资产千万这个杠杆的资格哦，那还是维系在本业上的。我现在深深的感觉到，就是本业啊，真的是本业。你不要想说靠房子那边投资来投资去，安诺多安诺。现在房地产周期真的很长，所以就变成说5年，好，你买下去一间5年哈，那你明年再买一间，哦，后年再买一间，然后贷款什么的，然后开始嘎来嘎去，你本业要很粗呢，真的是本业哦。所以本业的大小真的是决定了你能扛几间房子哦，就这样。除非像那个家族里面有钱的亲戚，他们怎么有钱呢？他们以前房子很便宜的时候不去买股票，他们买房子，然后也不贷款了，然后就一直收租收到好几十间收一收，是不是手上又有钱了？好，然后他又再去买一间，买又不贷款了哦。这种情况我们就不谈哦，因为他已经走在那个致富的阶梯上了。好，他已经喝压了嘛。哦，那我们今天讲的是一般人哦要怎么样往上走。房地产，因为房地产有政府保你啊，哦，那这个我讲八卦的时候我再描述清楚。同理啊，股票也可以开杠杆，对不对？对，是不是也有机会让我们变有钱？有，有非常多股票的幸存者哦，然后还开节目，还是干，对，讲的有没有道理？都有道理，对，但是我就不喜欢了，真的是风险的问题哦，稳健的杠杆还是在房地产。我没有说股票不好哦，我是对股票的风险过敏哦，我只是这样而已哦。那个股票狂战士不要那边来那边喷汁哦，就是这样。房地产跟股票，在我看起来哦，风险差太多。然后在首购这一间上，报酬反而还是房地产会比较好。那既然这个稳健成这样，那当然是走房地产。那当然啦，你在房地产经营一段时间以后，首购也用完了嘛，哦，你老婆的也用完了嘛，哦，然后你家人也用完了嘛，啊，就要到第2屋、第3屋，你自备要40%，哦，那银行只能贷款就，这个报酬率就显著下降，再说嘛，对啊，你到时候再说。哦，那现阶段我看起来我还是推荐买房子哈，尤其在经过这个台股动不动来个突然就给你杀个什么1000多点，这个我们小心脏这怎么受得了？哦，反观大家房子的哈就没事啊，安然度过，我们在看戏哈，就这样。你纵观过去20年哦，这买房子开杠杆的人很难赔钱啊。那不要说未来的20年。我也知道房地产不是永远会上涨，我很清楚，对，但是至少在我们目光所及的3年、5年、8年里头，你要出现房地产崩盘的讯号都很难得啊。如果有的话，都是黑天鹅哦，比方说超大型地震，比方说对面打过来，那房地产自己本身的基本面还是非常的优秀的，还有资金面哦，资金狂炒，这个是更加铁板一块的支撑，所以你要稳健，你要致富嘛，好，那你要致富的话，就要了解杠杆这个东西，然后杠杆这个东西在房地产上就是稳健的代表，模范生啊，所以能买房还是要去买房。你说你就没有头期款啊？现在预售不是很多，预售不是等于就是给没有头期款的人买的嘛，对吧？这也是一种杠杆，预售杠杆才大嘞，对，所以。你看，虽然我都做中股，但是预售我也去了解啊，那都是一种杠杆，然后在房子里头的杠杆，就会相当稳健啦，至少比股票还要稳健很多，晚上是睡得着觉的，跟你分享。来，讲完了，我们今天讲为什么努力工作不太可能让你变有钱这个阶级，那我先跟你拆解了努力工作难以致富的原因，就在通货膨胀一定会超过薪资增长的速度。那你努力加班也是让你的购买力保持跟过往一样。那想要变有钱，就要参考开杠杆这件事情，不要戴有色眼镜去看杠杆，你把它研究清楚嘛。我们爸妈那一辈，只要有开杠杆买房的人，有放到现在的，基本上都很好过，就是老了有房也有钱。所以
让你有钱的方法哦，不是说买房子，而是开杠杆买房子哦，让自己搭上这个资产膨胀的列车。那如果你忍受风险，你想要赚快一点，那你去股票市场哦，股票市场开杠杆哦，里头还有期货哦，选权的杠杆可以开哦。那相对它风险哦非常的巨大。我会说房地产的风险怎么样？不对称啊，真的是不对称。它给你这样子等级的报酬，然后那个风险就一点点。那股票嘞，基本上是对称的，就是你要赚那么多，你要背这么大的风险。那房地产你要赚那么多 ，OK， 好，那就是一点点的风险。所以看一看之后啊，我就来房地产市场啊。对啊，你功课做得明白，你有什么理由要去？除非是那个股房双刀流，这个我之前也有讲过哦，就是一些财务的金流上的操作，不得不去买股票。OK， 好，我的建议啊是，如果你追求稳健，应该吧。因为你是一般人啊，跟我一样啊，一般人你还不追求稳健，你还大风大浪，你本金赔掉，你有几个10年可以东山再起哦，所以第一桶金都是稳健就好了啦，不要那看电影看什么，然后第一桶金刀尖舔血怎样给我没的哦，那很稳健啊，我真的觉得啊，那你就是买房子开杠杆啊，对啊，哦，首购可以开8成哦，可以贷款8成，这很厉害呢，对啊，这是5倍的杠杆呢，哦。那资产又会膨胀哦，那又很稳健啊，那你就可以长长久久。然后你买了第1间之后，我跟你说这件事情跟那个公仔一样，就有了第2间，就想要收集第2个，然后第3个、第4个啊，那你就会开始投入研究房地产政策哦、规则哦、银行的规定哦，有的没的。好，那久了你就走上这条路，然后房子要越来越多，然后资产就开始在膨胀啊，资产一膨胀以后。好，你再对比一下你的本业哦，有上班的收入，或是你自己是做小生意的收入，你就会开始倾向哦，我的本业就是拿来 support 支撑这个房地产的，然后房地产哦也没有什么想要卖的念头，反正就来放嘛哦，放一放啊，真的要用到大钱或者要转换标的，我们再来处分一间，这样就好了哦。对，我先告诉你3个东西哦，第一，我的付费会员频道1个月月付250，好。这个欢迎加入哈，直接抄我做的房地产作业就好了，这不香吗？哦，你自己去看会员影片的封面，讲的议题啊，都比平常的影片猛上好几节。好，那会员的问题哈，我也会认真回答啊，不是会员我就简单回答，这拍谁？这没办法，这个问题实在太多了。好啦，第2个，自产高雄。好，买房阿元观众专用 LINE， 这个是我长期配合的房仲店，台湾房屋美术执行店，这个不赘述了，以前的片尾都讲过，反正已经有超过2000位观众加他们，也超过50几位观众跟他们买高雄低总价自产的房子，你也可以加他们，他们会不定期的 po 自产用的房子，好，那他们的 LINE ID 是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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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个 go，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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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啊，第3个自产台北新北买房阿元观众专用 LINE， 刚刚讲高雄的嘛，现在台北新北的专用 LINE，如果你是钟情于台北市、新北市房地产的朋友，那你就加这个 LINE 这个是我台北市房地产的前辈，当然啦，台北市的本金门槛就很高哦，你自备要超过500万，这个就是常态。那你就自己加入以后跟助理去描述你的需求吧。他的 LINE ID 是小老鼠掰台北BUYTAIPEI 小老鼠买台北，这样讲八卦。那因为上班领薪水好像就是富有不起来那怎么办来，那我们就去创业啊，对不对？那创业的话好像风险很大我们今天不要讲什么摆摊子我们讲接案子接案子的创业好，你可能就开了一间服务型的公司或者怎么样的公司接案子，然后接案子公司它的问题在哪里？它问题在有一顿没一顿，对不对？好，因为你不能确保你手上的案子都很 OK 啊，都排队排得好好的永远有案子做，然后持续扩大市场是有限的，所以接案子的风险就在这里。等你当个小老板之后，你就会知道，案子真的不知道，就真的是有一顿没一顿。那你员工要不要请？要请那你员工要不要扩编？要扩编为什么？因为你不扩编，你不能接更多案子。好，从此你就走上了一个有一顿没一顿的高速列车真的是蛮恐怖的你想想，你不会怕吗？对啊，如果你一人公司，你自己接案，你自己吃饱，好，然后久了以后回头很奇怪，我这个小工作室怎么已经8个人了
好，那8个人一个月哦，那边给你拿3万、4万、5万，好，你看你一个月烧多少钱？那你能确定下个月案子、下个月案子都排得好好的吗？对啊，你不能确定啊。这个就是中小企业主这就是老板在担的风险。好，那你如果今天来当那个中小企业主，你会不会怕？你怎么可能不会怕？因为怕什么？怕那个有一顿没一顿，对不对？好，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上班族上班族他在公司上班 ，OK， 你不觉得即使是大型公司，那个也是接案子啊，对啊，大公司也会担心有一顿没一顿啊，也会担心啊，不然我看那个不小心转到股票的那个台，它不是说什么订单排到什么时候？对，要是没排到没排到不就没案子啊？不就是有一顿没一顿？所以本质上都是相似的啊。你一个小工作室，1人公司，8人公司 ，OK， 有一顿没一顿，大公司也在那边有一顿没一顿啊。对啊，只是他们有很多的金融上的操作可以来保护公司的员工每个月都可以拿到薪水 ，OK， 然后他就告诉你上班是稳定薪水这件事情，根基是假的，对不对？因为根基原则上他们也是有一顿没一顿，可是他对你保证说你还是每个月都会有薪水，所以上班族就是追求安稳嘛，就是这样啊。好，那钱藏在哪里？创业的财富就藏在那些有一顿没一顿的风险里头啊，你敢扛吗？所以你赚得到钱啊。好，那你只需要给那个员工3万块、5万块 ，OK， 然后你可能接这个专案40万呢，然后也是他一个人来做而已，剩下东西拿走。好，但是你要背负了就这个有一顿没一顿为什么我们知道？我们看很多了，这个看很多了然后自己也有练习过，所以我也没要讲什么大道理啊，我就是说上班族要有一点心思啦要留一个心眼，就是公司也是有一顿没一顿的状态啦，所以也不要想说你在这边就可以一路这样子每个月都有薪水，然后领到老应该没这种事情，尤其现在产业汰换这么快那个公司在成长都成长很快，萎缩也萎缩很快那本质上大家都是有一顿没一顿的，所以还是要想办法累积到自己的资产房地产的资产那为什么？因为资产让它去膨胀，房地产市场的大门就不会关啊那你搭到房地产这个资产，然后资产来个膨胀，假设你买1500万的房子，3房平车，这很合理嘛你离开双北以后，3房平车大概这个价格然后1年膨胀5%就好了。你看过去几年那平均膨胀，那在那边1年5%，你看不起它好了，1年膨胀5%，你自己算这就膨胀出多少钱了，对不对？1500万10% 150嘛，5%的话就是1年膨胀75万，怎么跟你的年薪差不多，对不对？好，那如果你有2间 ，OK 150你有3间、4间，对，那久了以后你就会知道原来房地产的这个资本的膨胀长这个样子这个资产膨胀来累积财富，这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版本答案就真的是长这样政府还给你这个国民首购80%这个特殊的资格，所以我要表达是你看懂游戏规则杠杆这件事情，房地产这件事情，在房地产中的杠杆这件事情那你有看懂这个游戏规则，在对比其他市场的风险，你真的是很难不去参与了。我也没在鼓吹说房地产市场就很好，股票就很烂不是这样，而是你比较一个游戏规则。我告诉你，你今天要是有生女儿的话，生小孩的话，一样2场游戏人生的游戏，一个叫做房地产的大门，一个叫做股票的大门这个股票大门九死一生但是报酬的话令人羡慕，房地产完全比不上。然后房地产的大门这个你要死亡的几率实在是太低了。对，你有儿子女儿的话，你会让他去参加哪一个？一定要玩那你要去参加哪一个？我相信你一定是牵着他的手去推开房地产的大门，而不是把他推到那个股票的大门这个火坑里面去，对不对？所以房地产就对国民相当之友善，又给你首购80%，然后又有宽限期然后首购的话30年、40年都可以谈，不一定要用新青安这种条件，然后来让你持有一间1500万的资产，膨胀是用1500万为单位去膨胀的呢。对啊，那一膨胀下来，真的啦，就是我想会来看我频道的要么还没买，要么买很多买很多的观众。
都能体会这个感觉哦，就是这样。然后看那个实价登录的更新，就是在刷自己的成绩单就对了，然后刷哈，就知道自己的财富又稳定增加多少，风险又那么低，对啊，你很难不参与啦，我跟你说。